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最近网上有一个帖子，帖子里写的是一场西洋式的婚礼。这牧师问新郎：“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我愿意。那好，那无论这个女人健康或者疾病，贫穷或者富有，哪怕你为了买二手房和她离婚，又跟别人结婚，你们又再复婚，你就当没发生过这个事儿一样，你愿意吗？这新郎咬着牙说：“我愿意。”这个帖子后边跟了不少帖，为什么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帖子是对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国5条出台之后，大家对他的一种笑中带泪式的调侃。我们刚才看那个帖子其实就是针对今年3月份到4月初这段时间来这个中国好多个2线城市或者1线城市都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离婚潮。说为什么离婚这人多了呢？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假离婚。为什么要假离婚呢？就是针对最近出台这个国5条。这国5条再加上各个地方实施细则都出来了，虽然有的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个对于你卖二手房跟原来你买的时候这个差价，现在要严格执行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这个对于房价疯涨了的1、2线城市来说，这20%可不少。那么为了房子好卖，很多拥有二手房家庭的夫妇玩了一个假离婚。那这具体有什么奥妙呢？咱这样，咱先看看这假离婚的现场现在得有多热。有的朋友可能现在都不明白，这个卖二手房和这假离婚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我给大伙解释解释。就是这个二手房针对什么要征税呢？一个是你是一套房，一套房怎么征呢？你没有住满5年你就卖了，要征收差价的20%。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你家里头有2套以上的房子，你卖一套，卖这一套，如果差价跟原先比方说差100万，你挣了这100万了，你得交20万的税，20%。有一种情况不征税，就是满5年了，还是你唯一的住房，这时候不征税。那么有人就琢磨了，为了让我这二手房好卖，我这满5年是满5年，但不是我唯一的住房。你比方说我们2口子有2套住房，满5年是满5年，我要卖这套，但是不是我唯一住房。咱俩离婚，离婚以后你一套我一套，咱要卖这一套，那不就是满5年而且是唯一住房了吗？打了这方面主意，离婚以后我再卖这套房子，那就没办法，那是我们满5年唯一住房，就不用交这20%所得税了。虽然说这20%所得税往往都转移到买方那儿去了，不是卖方交，但是转移到买方买方嫌价高，可能不买你这房子了，为了能顺利卖出去，所以卖方动了这个心思。这个我们要从道德上讲，心里头有点说不过去。为啥？你说这2口子折腾啥？宁拆10座庙，不散1桩婚了。你说俩人就这么的结婚好好的，就到那离婚，完了房子卖完再复婚，这个东西拿婚姻这事当儿戏，有点说不过去。可是你要不这样呢，你恐怕你这房子就不好卖了，或者你要交这20%的所得税了。所以很多人就琢磨，你说这事钱重要还是我们这个玩一回离婚重要呢？两边一衡量，反正2口子感情挺瓷实，不在乎那个，这边咱省俩钱，房子好卖。所以很多人动了这个心思。比如说有的这个签离婚协议，2个人很亲密，办完以后就手拉手走了，或者说我这个2个办好了，把2个证交给一个人，你去办还有一个就是问以后复婚这个办的复杂不复杂。你看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连契税都免了。咱们都知道，就是我这房子我要卖给你，二手房卖给你，除了这个国5条规定20%所得税以外，你还必须得交契税，还得交其他的什么增值税等等等等，这一些干脆这些税都不用交了，就不用说那20%所得税了。怎么办呢？比方说这个我们2口子和我这朋友2口子，我家房子要卖给他，这当然关系都挺好，我们2家都离婚。离了之后我娶了我朋友的媳妇儿，然后我们俩登记结婚了，当然这是假的。登记之后我这套房子的名，因为我跟我媳妇离了这房子归我了然后我跟他媳妇结婚了，然后房子的名不光写我的名，还把他媳妇名写上。然后没多长时间，我跟他媳妇又离婚了分割财产，这套房子写他媳妇的名归他了。然后等我们俩离婚了，那好，那我再跟我媳妇复婚，这样我这套房子完整的转移到我朋友那儿去了，他也给我钱了，我们什么税还都不交了。
当然也不是一点钱没有，离婚证9块钱，结婚证9块钱，18块钱，再加房产过户的钱，总共几百块钱。这几百块钱，我们能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过户的这些各种费用。我就有时候就佩服人，真能琢磨。你刚才我说这招，这可不是我想出来啊，不知道哪位聪明人想出来的，利用这种假离婚、假结婚再复婚，把这房子就弄得一干二净了，啥税也不用交了。你看还有的为了房子假离婚的，就是什么呢？咱们不有规定吗？你第一套房买的时候，比方说首付是50%，然后贷款利率多少？你要买第二套房，那完了，首付提高到70%，贷款利率又提高了。好，有人就琢磨这个了，咱两口子想买第二套房，不是第一套房，咱俩离婚，离婚了，房子归你了，我再买，这不算我的第一套房吗？这也可以，首付也下降，利率也下降。你看，这都是现在和房子有关闹的这种假离婚，还有跟房子有关假结婚的。因为前几年那不是北京买房子吗？外地人在这得连续5年的社保，或者说5年的个人所得税，没这个怎么办呢？那就想法跟有北京户口的男人或女人，你跟他结婚，结婚以后你不就能买了吗？这其实是假结婚，买了房子再离。还有这次国5条里提了一个呢，北京实施细则里提到，在北京的就京籍，就北京户口的单身男人或者单身女人也只能买1套房，不能买2套房。所以现在有的北京户口的小伙子小姑娘琢磨，先找个人这假结婚，这我就不单身了，我才可以买2套房。你看，这是为了房子假结婚。咱肯定有不少朋友说，哎呀，这房子把中国人给闹的，这个东西当儿戏。你说现在这人呐，可真是什么招都能想出来。你这话可说错了，这可不是现在的人想的招。你倒退多少年前就有琢磨这招的，至少是30年前就有人开始琢磨这个了。咱们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的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你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事儿？比方说啊，单位说要分房子，这是福利分房的年代，说单位给分房子，分房子呢，说你单身的你就住宿舍，不给你分。哎，有的单身琢磨了，我找人结婚，不是真结婚啊，假结婚，我先把单位分的房子弄到手再说，有没有这事儿？还有的呢，两口子，你这个单位给分了房子了，你媳妇的单位也分房子，但是啥呢？你这两口子，你男的那边给分房子了，女的这头就没房子。哎，为这个，为多得套福利房，俩人离婚，女的这方单身嘛，你得给我房子呀。这事儿有没有过？也有比较明显的，还有为拆迁那假离婚的呢。就是说这个，你就给我1户补偿不行，我离婚了分2户了，你多给补偿点。这个是这些年出现的现象。2010年的10月，南京市江宁区的民政局门前排起了近100米长的队伍，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拆迁补偿来办离婚手续。按照当地的拆迁补偿政策，一对夫妻原来算1户，离婚分户后就成了2户人家，可以再领一份补偿款。我一早就来了，我们7点钟就到，7点不到就到这边了。上午就到这个了，到现在排了3个小时了。6点40就到这个了。还有3个小时还没拿到号啊？没有啊。然而面对记者的采访，很多人不愿提及离婚2字，也有市民反而一肚子火气。是是非对哪个来的？我们这7岁了，还要88的呢。进入民政局大厅，更让人吃惊的是，有几对老夫妻刚刚办了结婚手续，转眼又到旁边的柜台办理了离婚手续。82岁的王大爷就是这个情况。我们老早结的婚没得结婚证呢，现在要来重结婚，结没结婚到那里有离婚。当然了，为了这个房子，这是一种目的，过去还有种种的目的的，最后假离婚，以假离婚为手段。他为了什么呢？刚才我们说房子，还有为孩子的，还有为票子的。你记住，房子、票子、孩子，这都人生的几大追求。说什么叫为了孩子假离婚呢？你比方说计划生育政策以后，说不能生2胎，俩人还想再要一个，怎么办呢？咱俩先离婚。已经假如说有个女孩了，我们再想要个男孩，咱离婚。离婚之后呢，你这媳妇呢跟另外一个男的结婚，当然这是假结婚。假结婚之后呢，你俩还在一块过，怀孕了吧，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吧，然后再跟那男的离婚，然后回头再跟你复婚，你这不就俩孩子了吗？合法了吗？为生2胎假离婚、假结婚再复婚。后边没完事呢，你看啊，这孩子生下来了吧，有的地方涉及一个上户口的问题，上户口还有假离婚的。80年代的时候呢，返乡的过程当中呢，你比方说你这个男的到农村跟农村妇女结婚了，生俩孩子，
返程的时候呢，你只能带一个孩子回去。那为了把俩孩子都办成城市户口，假离婚。离婚之后呢，这俩孩子都归爸爸这头，哎，男的就把他们都带回去了。这为了上户口假离婚。还有的呢，为了孩子上学假离婚。怎么个为孩子上学呢？咱们现在择校啊，你比方说这个想上好的学校，有的时候呢，这个男的这个户口啊就在这个学区这片就能上好学校，女的领孩子在户口在另一个地方。在现在呢，有的学校呢，学区房这个说你呀，为了让孩子上这儿上学来，人家学校有规定，必须爹妈跟孩子户口在一块儿，还得都在这学片的，你才能上这学校。您的全家户口是不是在一起？我全家户口才跟他爸爸在一起，跟他爷爷在一起不行吗？您这个从房产证来讲，还有这副本来讲，您按理说把您推出来了，就是因为您不符合条件。那我只能去离婚去了。那为了这个怎么办呢？两口子假离婚。离婚以后呢，女方不抚养孩子，孩子归男方抚养，划在男方户口这。哎，这一下孩子户口在这儿了，上这学校。所以这是为了上学假离婚。你看，咱说生孩子、上户口，再为了上学，这是几种为了孩子假离婚的。还有的呢，为了钱假离婚。你往低了说，低保。有的家庭呢，想上低保挺困难，但是不够低保条件。你比方两口子，女的没工作，家庭妇女，男的一月能挣1000多块钱，不符合低保条件，怎么办？俩人假离婚。假离婚，这女方带孩子，女方没收入啊，我申请低保啊，这其实跟骗保是一样的。就为了低保假离婚。再有的呢，为了债务假离婚。这男的做买卖欠不少账，怕法院找的事儿，怕人告他，把家里财产都转移到女方名下，然后离婚，这钱都给女方。你法院再找我一分没有了，咱们执行，这叫老赖。这种事现在法院有时候明察秋毫，能给你弄出来。这也是为了票子假离婚，就是为了这种个人利益，咱们现在假装离婚，然后最后差不多的时候瞒天过海再复婚。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好辨认。有的时候你去这个离婚登记那地方，你看俩人经常是说离婚了还嘻哈哈的呢，男的还讲你严肃点，我们这离婚呢，我们啊，往往这样的你看着保准都有这事儿。那个离婚理由那会儿填那个一栏原因，经常填什么感情不和，反正随便编个理由。离婚是离婚，俩人还在一块生活，旁边人有的都不知道，根本等达成目的之后，俩人赶紧迅速就复婚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假离婚，可以说我感觉这种现象都存在得有30年了，可不是说现在中国人让房子给逼的琢磨这琢磨那个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像这种假离婚现象，它是有风险的。你可不要以为说我这个谁都会算账，要没有夫妻感情，要怕折腾的话，能敢这么干吗？那可不是，因为人呐，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再一个，这个人夜长梦多，他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一张草率的离婚协议，一个虚构的离婚谎言，为何最终酿下大祸？一幕幕的假离婚悲喜剧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老梁观世界，假离婚里的学问正在播出。所以咱们说，要有的朋友你想钻点这空子，假离婚躲躲罪呀，或者为了其他目的，你一定得琢磨琢磨这个风险有多大，你自己能不能受得了。你看我随便举2个例子，就这种假离婚带来的后果。头一个例子呢，是有这么个姓李的女的，她丈夫姓杨，这两口子呢也就是为了买房子弄个假离婚，买2套房。这个假离婚嘛，所以两口子呢像不像样的签个离婚协议书。因为你为了买这房子以女方名义买，那女方名下不能有房子，那好，家里这房子就都归男方了，离婚协议写的清楚，孩子归女方，家里这个房子财产归男方，女的带着孩子净身出户。这假离婚嘛，咋写都行嘛。写完了，结果弄好了以后，这女方正准备买房子呢，男方的钱没给她，而男方干嘛呢？跟另一个女的谈上恋爱了，马上要结婚了。你说把这姓李这女的气的，哎呦，你这不骗我吗？我告你去！到这法院去告去，法院一看，说你们当初有离婚协议书，有，拿出来看看。说这可弄不了了，你这离婚协议书是合同，是有效的，受法律保护的。如果要推翻这离婚协议书，除非有2种可能：第一种呢，它明显违法，你这里也没有哪违法呀；第二个是这个离婚协议书是在非法胁迫之下你签订的，你能拿出证据了吗？这女的拿不出证据，没办法，哑巴吃黄连。姓李这女士只能认了，人家那男方拿这房子
找另外一个女的结婚了。说白了，有可能早就设下这套，等着他往上钻呢。你就说你看看枕边人，他要真算计你，那是用范伟话说，防不胜防啊，不好整啊，这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跟生二胎有关的，都能，哎呀，这事儿你都，反正你听了以后都觉得稀奇。这俩人呢，有了一个女儿，说还想要个男孩，说那么的吧，咱俩这个假离婚，这样可以就是再要孩子，避免交计划生育罚款嘛。然后你随便找个男的结婚，也不谁给介绍的，有60的男的，你就跟他去登个记啊，就算你俩结婚了，完了也不再见面了，给他几百块钱。就这么的，给了几百块钱，那60岁男的他俩人登记了，回来之后人该回来跟自个儿老公过日子，隔不长时间怀孕了，生了孩子了，这是个男孩，这俩人乐坏了，复婚吧。可是你复婚，你得先跟那60岁那男的离婚呢，坏了。这老头天天上他家来，我不跟你离，我离啥呀？我没儿没女，我指你是我合法媳妇儿，你得养活我，我天天到你家吃饭来。哎，你一顿饭没2瓶啤酒还不干呢。哎呦，把这两口子给闹的，最后好说歹说赔了5万块钱，就给你5万块钱，你再别找我。你说这事多闹心吗？这是。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还涉及到第三方的，这里头的事非常不好办。因为这种事情你稍不注意，他就有可能你碰上那些人不地道。咱们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嘛。你碰不上这好人，坏了。无论是你原来的配偶还是新认识的人，他都有可能各怀己心，人心叵测。所以这人要不把握，你这么干的话，风险太大了。尽管我们说假离婚，但实际上我们在法律上来考量，只要到民政部门离婚无所谓真假，只要你们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法律上就确认这个离婚的效力，那么获得财产的一方，假如说在事后不给你办理复婚，那么我们净身出门的这一方就有可能是人财两空了。也许有人通过假离婚获利，不幸的是，很多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最终离婚成了夫妻感情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双方经协商，同意按以下条款解除双方的婚约。可是有的时候呢，咱们也得琢磨琢磨，有风险是有风险，这不现在法律没规定吗？咱可以，这不算违法吗？离婚结婚自由吗？最近这个江苏司法部门提出来说，为了避免这个买房的时候出现这种虚假的离婚，是不是得在法律上做规定，确认一下，防止钻空子？离婚本身风险很大，它这里头有一定的门道在里边，你得多琢磨琢磨。那么有的朋友说，不用你教育我什么事我心里都清楚，我算呗，这头是风险大呢，还这头收益大呢？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我不用琢磨那个。这确实说的也是实话。你说咱说随便就离婚了，这对爱情不尊重，对配偶不尊重，对婚姻怎么着，咱都承认这个。可是有的时候你也得体谅体谅现在这人。有的时候买房子，你比方说首付这问题，一下子要到7成，差这2成，我可能几十万出去，1分钱难倒英雄汉。但有的人他也没办法。一方面咱们得说，在道德上，这种假离婚有风险，而且也确实是呢，对自己的婚姻呢，不是十分当回事，没有把这个神圣的东西看得太重，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价格这么高，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治理的时候，能不能齐抓共管，从综合层面，你比方说房地产上的暴利下降一点，保证性住房再提高一些，让这个结构更加合理一点，是不是我们能从治本这个角度多想点办法，能在这方面多做点文章？自王石离婚之后，中国地产界又传出来一件离婚的新闻，那就是中国女首富龙湖地产的董事长吴亚军和她的丈夫蔡奎离婚了。由于蔡奎本人也是龙湖地产的大股东，所以业内普遍预测呀，这次离婚将会对龙湖地产的经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可是事实呢，却不是这样。龙湖地产在股市上经过小幅的震荡，迅速回归正常，似乎对龙湖地产的经营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在中国地产界来讲啊，绝对是个另类。那么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首富吴亚军，在这场离婚官司当中，她是怎么做到不影响龙湖的经营呢？我们看刚才这张图片上啊，这就是中国具有传奇色彩的女首富吴亚军，龙湖地产的董事长。由于吴亚军本人非常低调，
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上和各种的媒体上看到他的身影和照片非常非常少。他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否则一般来说是不会接受媒体的采访的。那么吴亚军的传奇色彩在于呢，他在1994年才开始下海。原先他是一个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而且做过报社的记者。下海之后呢，迅速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后来以380亿人民币的身价呢，成为中国大陆的女首富。那么她的丈夫蔡奎呢，没有跟她一起经营过房地产，但是呢，也在龙湖地产当中占据很大的股份。那么根据之前相关的信息披露呢，吴亚军占据龙湖地产股份 45.1%， 蔡奎呢占了 30.2%， 可以说夫妇两个人呢都是龙湖地产的绝对大股东。那么根据以往我们看到的这些富豪离婚的事件，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凡是两个人最后离婚了，只要他们持有公司的股权，往往这个公司就会在这方面受到很大影响。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两个人离婚了，那基本上是由于感情破裂了。那么感情破裂之后，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我就不会跟你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更加不会在一个屋檐下共事。那好，我占据这公司的股权，我就要把它拿走。基本很少有两个人还继续买卖不成仁义在，携手向前，奔向美好明天。所以你想，公司的大股东把自己的股权转移走，要么是引发公司上层的这种震荡，要么呢是使公司的整体实力受到削弱，因而元气大伤。所以但凡是离婚这个事情，尤其是富豪离婚，往往对他的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方面呢，咱们空口无凭，我们的编导呢也做了一个小片，把这些年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富豪离婚给事业带来影响的案例，挑其中比较典型的，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式离婚似乎是反目成仇的多，好聚好散的少。富豪离婚似乎花的代价更大，不光是夫妻反目，甚至连带着股民也一同资产缩水。近几年频频引爆资本市场的话题就是离婚，因为一些知名企业家婚姻先后亮起了红灯。从2008年开始，土豆网 CEO 王威和前妻杨磊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财产分割大战。上海法院于2010年11月冻结了王威名下3家公司的股权，土豆网因此错失上市良机，资产也随之缩水，这也为2012年优酷土豆的合并埋下伏笔。2010年4月，手握20亿资产的中国股神赵炳贤和陆娟闹离婚。随着官司的进展，其控股的上市公司沃华医药股价一落千丈，1年多时间，股价由 24.98 元下降到12元左右，投资者和普通股民损失惨重。2012年8月29日，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与前妻宋亚红的离婚官司再次开庭。你都傻了，前2个月还在谈离婚的事情，怎么01年我们就离婚了呢？这场持续11年之久的离婚案，让身家高达500亿的杜双华叫苦不迭。宋亚红宣称自己有权要求按 50% 的份额分割财产。法院一旦同意宋亚红的申请，将对日照钢铁的运营产生巨大的影响。杜双华离婚案也被称为国内财产标的最高的离婚案。你看刚才我们列举这些案例，这都是这些年在中国企业界非常非常典型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事儿往往对企业会产生非常致命的打击。可是这一次我们发现呢，吴亚军处理的好像是风平浪静就把这个坎儿过去了。很多人都说其实吴亚军和她的丈夫在几年前两个人就没什么感情了，就分居了。可是几年前我们知道龙湖地产是2009年上市的，那个时候并没有传出两个人感情不和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消息。那么当时为了双方共同的财富增长的愿望，把龙湖地产上市，双方秘而不宣，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等到现在龙湖上市了，翅膀也硬了，财富也增长了，那么离婚分割财富这事就变得水到渠成。所以有人说他们两个人当年有意不去办离婚手续，一直到今年8月份，据说双方才办了离婚手续，而这时候龙湖羽翼已丰。当然吴亚军处理这个事的智慧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即使你当初让他上市秘而不宣，现在离婚了依然会面临这问题。什么呢？比方说你的丈夫他占了30.2%股份，好，我把这个拿走，或者我把这个股权我迅速转让给别人，再不我就套现。那么你别忘了，吴亚军这个时候只占 45.1% 的股份，他没有达到 51%。对龙湖地产他并不是绝对的控股权，假如现在有另一家大股东，哪怕他只占了20%几，他再从蔡奎手里把那30点几收过来，那么他就成了龙湖实际控股的人，说了算的人。这样整个龙湖股权的主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明白，如果有人要这么做的话，那么龙湖内部势必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无论你两个人当初对离婚的事说不说都不会影响这个事实。可是我们现在看呢，龙湖不是这样。据说两个人私下有协议，现在蔡奎掌握着股份呢，暂时的管理权归吴亚军，就吴亚军还是事实控股的。而且最终我们才发现，现在龙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无论两个人离婚呢，还是怎么分家产呢，他们的股权都不会因为这个产生影响，依然牢牢的在龙湖的盘子里边。那么吴亚军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是通过现在国际上非常先进的一种财富分割手段信托来实现的。我们先来看看吴亚军是怎么做到的。2007年，吴亚军夫妇在开曼群岛注册了空壳公司龙湖地产，持有者为2家维京群岛的公司。2008年，俩人又在维京群岛共同注册了另一家公司，由之前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龙湖地产100%持股。随后，这家公司开始收购吴亚军夫妇在内地的资产，并再次分开转让给之前的2家公司。同年，他们通过汇丰国际信托分别建立了吴氏家族信托和蔡氏家族信托，分别将持有的龙湖地产股份以0代价再次转让给另外2家维京群岛公司。这2家公司的资产分别由吴氏和蔡氏信托基金管理，受益对象为各自的家族成员。如此3番的操作，到2009年龙湖地产上市时，吴亚军夫妇的股份已经是使用权合一，所有权分离。此次吴亚军夫妇离婚，正是利用了信托制度的妙处，将股权成立了信托基金，股权换了张皮，理论上已经不归他们本人所有了，因此离婚时不能被作为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其实我们看刚才这过程啊，可能有的对金融界不太了解的观众朋友啊，看着有点稀里糊涂。其实我要把它简单说出来，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呢，他在海外注册了一家公司，然后呢，这家公司呢，我们注意这离岸公司，这个公司里边把2个人的这个股权资金分别注入，然后再回过头之后实行剥离，再注入各自不同的一个公司，1分为2。他们这个 45.1 和 30.2 共同处在龙湖的一个盘子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你注意，就是这一部分资金和股权它已经和所有人之间产生了剥离。这个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无论你将来是离婚，你还是死亡，还是最后去打官司，这部分钱你已经支配不了了，法院也不能因为说这是你的财产就随便去用你的东西去支付给别人。就这个钱要死要活，在这个期限之内就必须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机构，反而所有人没有权利去处置它，它的收益归你。所以这就保证了龙湖它的根基不会因此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我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办法是投机吗？啊，这是我们经常说钻法律空子吗？不是，这个在英美这些国家老早就有。
就我们可能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什么国际信托基金、什么信托公司之类的。哎，这个信托就是指这个。什么叫信托呢？从法律上讲，信托就是呢，我拥有这部分财产，我把它交给一个委托人，他给我打理。打理的时候呢，我个人就不能再拥有这个财产，我不是他的所有者了，他的所有权我已经失去了，但是他的收益权归我。由于这部分财产产生的各种收益都是我的，他的所有权不是我的，这种方式叫信托。有人说所有权都不是你的，那还有什么用啊？钱都不是你的了，不是那么回事。它最主要的是为了规避由于你自身一些非经营因素产生的风险。我再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这是发生在我身边一个事儿。我有那么一个朋友呢，他和他的铁杆弟兄两个人合伙创业，就是做软件的，他俩合伙注册公司。我这个朋友占51%股份，他那个兄弟占49%，他们俩这么合股。结果我这个朋友45岁的年龄，英年早逝，得病死了。这么他那个铁杆弟兄呢，就想呢拿钱呢把这公司他那51%的股份给买下去。可是我这朋友的老婆，这得叫遗孀了啊，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这哥俩就我这朋友生前他们开发了一个软件呢，正处在蒸蒸日上阶段，未来的收益可能很大。那么你现在买走了，那将来增长着不都成了那位朋友的了吗？所以我这得叫嫂子。哎，这位遗孀不干，双方就开始打官司。这打官司弄到什么程度？好好的公司经营啊，完全荒废了。公司最后弄的，有的员工看长期不开支，进屋里把电脑都搬走，连公章打都不知道哪儿去了。结果业内很多人慨叹说，他们本来这俩人特别有发展，研究的东西也对劲儿。如果这个人意外死亡不要紧，接下来能继续研究的话，这一定是发大财的买卖。可是没能实现。我想像这样的例子，我们电视机前不少观众朋友，你可能在生活当中都碰到过类似的东西。你比方说一方去世了，或者说离婚了，结果法律他不管你这个，他是非常机械呆板的把你的财产分割开，夫妻共同财产多少啊，继承啊，这个儿子多少，这个儿子多少。可是这么一分你也知道，偌大的一个家业他经不起这么折腾。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外国人很聪明，他发明了信托。信托要解决这个很大问题，就是一个是离婚，一个是继承。这种情况在国外非常多见。你看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比方说继承层面的，洛克菲勒当年的美孚石油标准石油，这是由洛克菲勒一世完成的。这个创始人他就发现，如果我现在死了之后，我这些钱我下边这些儿子继承了，一分我这企业就弱了。而且我这些孩子里头不是每个都是经营那块料，里头也有败家子儿，但败家子儿也有继承权呢。他想了这个办法，就是说我把洛克菲勒这些钱给某个地方，让这个机构来给我经营，委托给他，变成信托基金。那么信托基金里头有很多属于所有人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古怪的要求。你比方洛克菲勒就提出来，当我的孩子30岁以前就不能动用这些钱，就管理权跟他没关系。为什么？洛克菲勒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成熟，他拥有大量的资金，那恐怕对他的一生都会有很坏的影响。再有，如果其中某个人具备了哪些素质，这样的孩子才能当我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他有严苛的规定。那么这个委托人可能是律师，也可能是个机构，坚决执行他的所有的这些要求。里边更有趣的是呢，当发现某个孩子这样，当然这条件，比方说酗酒，比方说玩物丧志，比方说在女人的问题上搞不清楚，只要这些条件里满足其中2条，好，这孩子基本就被确定为败家子儿，就是他无法管理洛克菲勒家族巨额财产。那怎么办呢？他依然有继承权，每个月从这个信托基金里边，他不是还挣钱的吗？收益权归他，拿出的钱一部分是他的，
拿这钱你是游山玩水呀，还吃喝玩乐，我就不管了啊，不能让你饿死，还得让你过好日子。所以你看，这不就解决了一个困扰在人们心头很长时间的问题，就说谁来继承我的产业，能保证我这产业有发展。那些没这能耐的孩子，他毕竟是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让他饿死，还得让他过上好日子。如果假如说你不按信托这种方式，家族之间你争我斗，你看你说他败家子，他自己不认呢，凭啥我哥哥管这我就不能管呢？一打到法院，这法院断官司，他不管，那是按法律，你们不是几个继承人吗？31、31把财产劈开，这公司就此就完蛋了。甚至世界一些大富豪离婚的时候也这么搞，他婚前财产协议里就有信托这部分，就是说你这女人跟我结婚，我会给你多少生活费，你给我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多少钱，万一感情不和要离婚了，你补偿多少。婚前协议里有相当多的不是由这富翁自己执行，而是由委托的信托公司来执行的，这就保证了说这个女人跟我结婚可能目的不纯啊，我这某个女婿或者我某一个这个儿媳妇啊进我家门目的不纯，想弄我点家产自个儿干去，我通过信托的方式，对不起，我挣的钱收益你们可以随便花，但是他原来财产的本金主体你们不能动，甚至都不是我的，是我们这个事业共同的。所以这就是信托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为什么它是人类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开始干事业的时候，大家都了解一个词叫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呢，像什么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这个兄弟一心。家族企业有个好处，有血缘关系和近亲这种关系结成的呢，大家容易一起往前奔。可是我们也熟悉另外一个词儿，就是人呢经常共患难，但很难共富贵。一旦挣了钱之后，80个人80个心眼儿。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怎么能保证自己的事业长青呢？那么人首先为了应对家族企业的弊端，发明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就这家族企业是我的，但是经营我不干，我请职业经理人来干。这是第一个伟大的发明，就它保证了在所有权不变更的情况下，这个事业始终能有最有能力的人去干。那么信托我认为就是第二项伟大发明，它是所有权和收益权的分离。因为你这个所有权和经营权虽然是分离的，但是所有人随时可以超越职业经理人来做出错误的决断，依然不能保证这事业正常发展。那好，为了让这个事业正常发展，甚至所有权也要剥离出去，这个所有权归信托公司了，那么由此产生的效益，这个收益权利是归原来的所有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信托的本质。所以你看，我说这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它主要就是为了应对我们人类家族企业传承过程当中的很严重的问题，由于离婚，由于继承而使家族企业得到削弱。那么这次吴亚军他就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早在几年前就为两个人离婚铺好了道，非常平和的财产分割过程，保证了财产无论怎样分割，龙湖的整个盘子基业都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办法也是中国大陆富豪里面现在来看为数不多成功的典范，非常了不起。全球富豪分财产似乎都各自有一套办法，而华人富豪更偏向于子承父业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验证，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信托在财富传承中的优势。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于2008年10月辞世，享年92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却留下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及巨额遗产。难道他没有想过家产及企业股权传承的问题？以王永庆细密周全的性格，此举乍看令人不解。其实王永庆生前已经对企业传承做出了精心的安排。从2001年至2005年间，王永庆秘密将自己所拥有的公司股权变成信托基金，基金没有指定受益人，只由台塑集团7人决策小组负责管理，7人对基金也只有共同经营权，没有个人拥有权。像吴亚军这样的富豪在中国现在不少，
民间野性的富豪也很多。中国将来的问题很可能就是离婚继承带来的诸多这类的财产分割解决不了。如果你懂法律，同时再懂金融，你可能就会优先给这些富人提供服务，提供信托服务，你就会从中获得很大的效益。所以我想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愁我找不着工作，你应该敏锐地把握住这个社会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某种趋势，你可以抢先一步学一些别人还不掌握的技能，那么在未来呢就不愁有你的立足之地。所以我们说呢，从这个吴亚军这次非常成功的离婚财产分割上，可以说应该给中国的地产界、金融界乃至法律界都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迪。